这么你哭？我不懂。有地区吗？这么你哭而已。我这边。讲到什么哭？讲到吵架哭啊喂！不要哭，怎么你开始想到你跟我结婚的画面了？啊，如果我想到我也会想哭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K 老 Q&A，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奇。现在欢迎大马网红 K 老。很好笑啊！我们今天这个 Q&A 啊，就做特别一点。他就讲他要做这个主持人，我讲 OK 咯，这样你做主持人咯。所以今天呢，他不是米奇，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一个很正经的主持人。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采访 K 老。这一次我问的问题哦，全部都是从 K 老的每一个社交平台你们所问的问题来问他，帮你们问问题。OK，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我还要自我介绍啊，也要这样整啊。OK， 好，我的艺名叫 K 老，然后其实我真正的名字呢是叫赖嘉兴，马来文名就是雷嘎兴啊，然后英文名叫 Clay， 你要叫远一点的话就叫 Clay Hing 这样子。然后我今年28岁啦，是医保人。哦，你28岁哦？不像嘞。你的样子长到很成熟一下，很老是吗？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很老啊，其实我才28岁。哦，哇，很 young 哎你。也没有才了，28岁已经是不年轻了。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我，你看起来不像28了，你应该至少30啊、35这样子啊。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在很久之前，可能我22岁的时候啊，在 online 看到我啊，他们觉得看了差不多5、6年过后呢，这个人应该是差不多30岁了，没有想到才28这样子了。所以他们就会无意中觉得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年轻了，加上我的脸可能看起来比较老水一点啊，比较成熟啊。所以其实我28岁。那我就有听网上有一个传闻讲 K 老是混血儿，其实你是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嘛？是啊，其实我是客家混广东。不要讲笑吧。其实我的真正的也不是真正的爷爷，我 original 不是 original， 我爸爸的爸爸他是巴基斯坦人。哦。然后他跟我的奶奶呢生了我的爸爸。你的奶奶也是巴基斯坦？不，我的奶奶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哦。真的很厉害，眼睛这样。然后生了我爸爸出来过后呢，我的那个巴基斯坦的爷爷就突然间不见了，他消失了。OK， 简单来讲，你就是有25%的巴基斯坦血统。你要讲8%的话，对25%，因为我的爷爷跟奶奶生了我爸爸嘛，我爸爸就50%巴基斯坦咯，然后我爸爸呢再跟我妈妈生了我妈妈也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然后我就剩25%。OK， 这样今天呢，我会问大家一直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离开地勤？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看到我之前 post 在我的 IG 啊、Facebook 啊的那一个 reels 啦，那个 reels 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离开。其实要讲的在那个 video 里面呢，都应该是讲完了的啦。就是我觉得我在28岁这一个年龄呢，是时候就是试一下出来自己去闯荡江湖啊，去撞一下板。因为在过去的5年、7年，我过到很舒服啊。因为有公司照顾啊，这样子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学到一些我人生应该要经历的一些阶段。加上我28岁，我再不学的话，我怕我30多岁、40岁的时候才开始撞板的话，我会顶不顺啊，我会顶不住那个压力。所以趁早我28岁还没有东西可以输的时候呢，我就快快去撞一下板，好过我35岁、36岁才来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个那个这样，然后才开始去学去 pick up 一些我自己的东西，我就觉得到时候就太迟了。这样地勤是你出社会过后的第一间公司是吗？对，地勤的前身啊，也就是以前拍摄团队这样子咯，我是做 cameraman 的，所以严格来讲，我跟着那6位老板7年了。哇，这样你很长情一下，7年呢？没有办法，什么都不会，喜欢拍东西就拍咯。我还会泡咖啡啊，其实参冰那种。谢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员工离开公司。这是什么的？访问哦，很闷嘛，所以要喝一点水啊，喝一点厉害的水啊。
password。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员工离开一间公司去外面发展。是。这样我想问你，离开这个待了7年的公司，你会伤心吗？伤心的话其实不会，比较多的是遗憾哦，遗憾跟有一点点的不舍得。为什么会讲遗憾呢？其实，在低薪里面5年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就是完成到哦，一些事情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在这5年里面我没有做到。比如说。很多了，我也讲不完，讲不住嘞。因为我就一些自己很小小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啊，这样子啊，比如讲1个礼拜1个 YouTube video， 或者是2个礼拜1个 YouTube video， 这样自己做不到，那个是自己的问题嘛。可是我感觉你已经在努力了啊，你有一直在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啊。谢谢。突然间称赞了喂。这样你跟现在低薪里面的人感情还好吗？就维持哦，一样哦。他没有讲不好，可是就没有很常去联络了。现在因为很少见面嘛，少见面的话就没有特地去约出来啊，这样子啊。因为平时我也很少特别约朋友出来喝茶啊，最多也可能是打一下球啊，玩一下 game 啊，这样子吧。很少真的是去面对面这样联络感情啊。我觉得是出了社会过后都会这样吧，因为长大过后可能大家都是有各自忙各自的东西，有自己的家庭要兼顾啊，还有你的事业要去闯，所以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像大学生活这样子吧。这样你离开低薪后哦，你最不舍得的那一个人是谁？最不舍得啊，一定要选一个啊，选一个。那洗厕所的安迪是不错的，洗得很干净。我们家可以叫他来洗一下。最不舍得的肯定是歹希咯，因为我从以前一开始入行认识他到现在，哇，我觉得应该有差不多8、9年了，应该。你不是讲你进公司7年没？啊，7年了。怎么突然间变8、9年？讲长一点，好像厉害一点吗 ？Mathematic。加上怎么会最不舍得他呢？因为我跟他的那个友情的关系哦，他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跟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到很熟的那一种。Hello。喂，你要讲做主持人了喂。这样你真的要好好珍惜歹希耶，多找他出来喝一下茶，拍一下影片，联络一下感情，这样子。哦，就不要等到其中一方死了才后悔啊。不要后悔。You only live once。哇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now? Yeah. OK. 这样还有就是你那天 post 了你离开低薪的那个短视频嘛，连隔天就 post 你跟 Alan 合作。其实我想问你跟 Alan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合作呢 ？OK， 跟 Alan 这个东西呢，我想要纠正一个点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留言啊，他们讲就是我加入 Alan 的公司了啊 ，Alan 是我的老板啊，那我是他员工啊，其实不是的。example 啦，这个是 Alan， 这个是我。其实我们的那个关系呢是合作关系来的，就是朋友跟朋友吧。我们的关系是没有老板跟员工都不是，我们只是这个朋友跟这个朋友合作。我是网红，他是帮我去找 job 的，然后找到 job 就跟我合作，就是这样子吧。哦。所以如果我今天跟他合作，我觉得这条水都不可以的，我就跟他讲，我们不要合作了，拜拜。我等下就可以去找一个新的经纪人了，因为我们是没有合约的，我们纯粹是讲合作啊 ，OK 就合作，就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会选 Alan 呢？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经纪人就是 Alan。哦，是因为之前一开始低薪他们弄了公司，然后有这个 channel 了，非常缺的一个位置呢，就是经纪人嘛，要找经纪人去帮艺人啊，帮公司接 job 嘛，然后就找到 Alan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啦不代表低薪啦，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接近我们啊 ，friends of friends 这样子呢，就是妹后，然后妹后的男朋友 Alan 就是做这个职位的，加上看到 Alan 他培养妹后啦，或者是其他一些的艺人啊、网红啊都蛮不错的，所以就找 Alan 来帮忙，我觉得啦，我的观点啦。然后就在3年里面呢，我跟 Alan 合作到蛮不错的，而且还变到很好的朋友这样啊，见到面可以就突然间你撩我，我撩你这样啊。撩什么？撩就那个关系很好啦，所以我现在出来过后呢，我就找回他合作，就是这样简单。Alan 啊，你不要再撩他了啊！多聊聊。这样其实 Alan 他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网红，他的 Instagram 的那个 bio 那边都会写着 Alan Cole， 怎么会 mention 他的？以我的认知呢 ，Alan Cole 他是做经纪人哦。
OK， 比如讲，我今天是一个刚开始要做网红的人 ，OK， 我要做这一行。做网红呢，你就会要找那个商家合作那一些啊，你就不懂要找谁谈，要怎样谈。比如讲，你要找 Casper 合作拍一个影片啊，或者是照片这样子啊，然后你就需要一个人去帮你找 Casper 去谈那个价钱啊。比如你一去讲，Casper， 你可以跟我合作吗？这样他那一种是谁？你就需要 Alan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呢，把你的 profile 弄好一点啊，然后给 Casper 看一下，哦，这个是谁啊？他很有 potential 的啊，他之后会很红啊，很厉害的啊。然后他一个 story 多少钱，一个 post 一个 video 多少钱，就把你 propose 给 Casper 这样子咯。然后 Casper 才会看，哦，这个人不错一下，很美这样哦 ，OK 就选你了，你就有那个机会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人啊，工作啊，这样子就开始可以赚到钱了啦。哦，啊，所以 Alan 就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像你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嘛？但你有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吗？可能你会要开新公司啊，还是做什么吗？其实发展这一方面呢，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脑的人啊。我的目标我不会 set 到太远，我可能只是 set 接下来的1个月、2个月，我打算做什么事情吧。如果你讲长远的发展来讲的话呢，其实并没有。这几个月的话呢，我就是比较专注在拍旅游这一个方面，就是有关于旅游的东西啦。所以如果你问我以后的发展的话，我现在可以大胆一点乱讲，我打算以后在旅游这一方面有一点自己的生意这样子。这样你会 mainly 就是走旅游这个方向去啦？目前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可能明天就不是这样想啊。说变就变了啊，很快的。不过人变也是好的，代表你成长。哦，是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嘛，不然你一直踏在原地，你要讲哦，那如果感情那一方面转的话呢？你就够力了咯。你就是已经对网红这方面很有经验了嘛？为什么你不打算很像开一个公司 manage 网红，签自己的艺人，然后做一下经纪公司这样子？网红这一方面其实也不是讲什么经验啦，因为一直都是做自己吧嘛，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branding 这样来做啊。有没有做到好呢？因人而异了。比如讲喜欢我的话，喜欢我这一种性格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做到很好了，很成功了。可是不一定的哦，有些小孩子的妈妈，他就觉得，怎么这个人做到这样的，他就觉得我很不成功，我很失败。那么这个人做到这样粗鲁啦，有时候还讲出口啦，这样子啦，就是要看哦。然后这么不要培养艺人啊，做公司啊，其实我比较差是在于那一种 management 的方面。就其实我不会 manage 东西，你要我去管理一个公司啊，或者是管理一个 team 啊，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至于培养艺人哦，我是那一种，我可以做东西，我可以做一个考100分的学生，可是我不是一个可以教一个考100分的学生出来的老师。所以教的那一方面我就不会了，我只能自己做。像你刚才有讲，就是你是怡保人嘛，但你有没有打算回怡保发展？没有。可是我们这一行呢，其实多数都是在网上工作的嘛，所以其实在哪里做都一样的啦。可是我有打算以后老了回去怡保退休。可是我的女朋友现在就有一点意见哦，可是不用理她啦，女朋友嘛，是不是？又不是老婆，老婆的话就要听一下意见。这样就之前很多粉丝都很喜欢你，这样你的粉丝都很之前喜欢我，现在不喜欢了。就很多粉丝都因为你之前的歌啊认识你这样子，但很喜欢你的歌嘛。但你以后有没有打算要出歌？有。因为我不想把话讲到这样死，可是要看那个情况啦，不是随随便便就讲要出歌这样。加上其实我唱歌也没有讲很厉害，也没有讲很好听。如果刚好遇到一个机会啊，有一个商家想要浪费一笔钱的话，找我唱歌，这样 why not 就去试一下，就唱一下歌咯。可是我有要求的，我要唱慢歌，我要唱情歌。因为我唱慢歌、情歌的时候，我的声音啊其实是很好听的。你没有发现我的声音有点磁性的没？好像林宥嘉、杨宗纬啊这样。有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勉强的。因为光阴一分一秒微不足道，可以任性。你有打算拍有剧情的 video 吗？短视频啊，还是电影啊、电视剧这样子的？我觉得有人需要到，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又觉得我又想要试一下、玩一下，这样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一直往这个方面去做的话，长期做的话，我肯定是不能。不是我不要啦，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让人家失望，所以我就不要去参与在那个东西里面了，不要去浪费人家的钱啊，也不要去白白占那一个位置，这样就很浪费哦，就觉得自己还是很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到你发挥你的演技啊！如果是周星驰找我的話，我老都去。你今日喺度瞓住做死屍啦！好啊好啊好啊！這
像你现在就是重新开始了嘛，你会担心你的未来吗？不会。好像一样啊，我是一个比较活在当下的人啊，我没有去很在意我之后会怎样啊，会不会很穷啊，没有饭吃啊，我是比较会专注在我现在过到怎样，因为我不懂我几时会死，可能我明天啊、后天啊、下个月死啊，所以我就不用这样担心以后的事情，我先顾好我现在咯，所以我就不会去一直想后面要怎样，感觉一直去想后面的东西哦，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内耗罢了。所以专注在现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啊。加上你的人生，你只有一辈子吧，没有2辈子、3辈子，你就把这一辈子你来到地球的这个时间呢给过好，不用一直去顾以后要怎样。You only live once。是，哎 ，Cheers。我很好奇哦，你去年哦几乎每一个月都在旅行哎，这样你旅行都是 sponsor 的啦，还是自己出钱的？2个都有，可是我很幸运呢，比较多是 sponsor 的。可是讲到这边呢，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哇，这么你一直有 sponsor 的，你自己去讨 sponsor 呢，还是怎样呢？其实一开始哦，如果你们有留意我的 YouTube 的话啦，我跟大希啊、跟 Michi 啊，有拍一些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自驾游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拍自驾游呢？我想要往旅行这一方面去做。然后一开始没有钱嘛，没有钱的话，你要怎样一直出国玩啊？这样子呢，我就想到这样，我先做一点点作品出来，然后那个作品呢就可以给商家看到，他喜欢的话，他才带我去外国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先拍自驾游咯，也是旅行嘛，只是在本地旅行这样子吧。这样拍了过后呢，才开始有商家讲，我觉得你旅行拍得不错一下，你要不要试一下？我带你去新加坡啦、台湾啊这样子啊，去玩啊这样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我才开始慢慢从在本地的旅行自驾游呢，才一步一步做到可以有机会出国啊，所以也是很感谢，比如讲 KKday 啊、Universal Traveler 啊、Selina Travel 啊、BP Holiday 啊，肯带我去玩啊。这样你现在都是一直出国嘛？这样你还会拍回 Judy Malaysia 吗？其实我一直想要拍回 Judy Malaysia 的，可是我也没有一直出国，是刚好我的影片出了过后，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国，所以哦，你们这几个月看到一直是在国外这样子。如果刚好有一个时间是没有安排到出国的话，我就会拍回 Judy Malaysia 的。不过Judy Malaysia 就要自己出钱啦。哦，这样那个我还可以负担得起的，OK 的，不要什么叫都拿 sponsor。有是最好啦。这样你以后会不会考虑要带粉丝一起去旅行？是哦，那个东西其实好像可以 try 一下。好像组一个团，然后你做领队，带大家一起去旅行，好像不错哦。你们会看到我旅行很熟这样的我一直拍了哦。我一看哦，我会在那边休息啊。就因为哦，我一看了或者是关哦，我要想一下，看我刚拍了什么东西啊，要怎样接啊，一边拍一边去想，过后回到家的时候要怎样去 edit 啊。就现在你的 YouTube 都是你自己剪的，对吗？整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应该有99%是我自己剪的啦。哇。怪不得你的产量这样慢哦，一个月才1条 video， 不然就2条，很慢呢。关你鬼事啊！而家你有考虑请 editor 嘛？就是辅助一下你，让你的那个产量多一点，让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可以看到 K 老的旅行 vlog 这样子。其实是有的，而且是一定要请。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比较固执一点，因为之前有试过请过几个 editor 嘛，请了过后呢，然后他剪出来的时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那个风格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我就开始自己很烦啊，这么人家捡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教了他1次2次过后，我就觉得不可能了，他不是我要找的人，那我就换别的 editor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可是也很难的，其实，因为 editor 哦，他有他自己的风格跟那个想法的话，其实是好事来的。你也是有你自己的风格跟想法啦。是，可是我就是那一个 editor 会讨厌的人哦，因为我一直逼他跟我一样这样，所以到最后哦，还是我自己在做，自己在剪。可是 OK 啦，目前我自己是享受这个过程的。看来你是对你自己的 YouTube 很有要求的，要求很高的。也不是要求高啦，不要讲得好像很厉害这样，纯粹是固执吧。OK， 不是要求高，是固执。这样之前就是有拍到你，很像每一次去旅行都会带很多粒相机，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共有几个拍摄器材吗？拍摄器材啊，我旅行我会带我的主要的相机咯，我手拿着那个是 Sony ZV-E10，然后有一个小粒的，通常都是你会看到我在泳池啊，那个就是 Insta360的 Go3S， 然后那一个时常这样转来转去，哇，看整个地球那一个就是 Insta360的 X4。那个很好用哎。
很 wide，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可是那一个哦，你就要去学怎样去 edit 啊，这样子啦，麻烦一点点。可是你学会的话非常好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 drone 哦，我的 drone 飞机飞来飞去啊，那个就是 DJI 的 Mini 3 Pro。最后的就是你的电话。突然间一些 emergency 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电话来拍。其实器材多还是少呢，不是重点，它不会影响到很大的。当然，你有不同的器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的话，你的影片会加分。因为如果你本身你的那个 video 的内容呢，已经是很好的话，你用最简单的方式用电话来拍呢，已经是很够了啦。这样对你来讲，你现在拍旅游的视频啦，有什么困难啊，还是挑战吗？困难跟挑战的话，应该就是要想去哪里了。跟你去了那个地方过后，你要做什么东西？其实这一个是最难的。最难对你来讲就是 plan 行程这样有什么成就感吗？拍旅游视频，拍旅游视频的那个成就感，就是当大家看到我的 video 过后，他留言讲他看了，感觉好像跟我一起去旅行这样子。这一句话其实每一个 video 哦，有时候在下面看到有啊，我都真的是很感谢这一种 comment 啊，因为我拍 video 的那个用意呢，就是给可能一些没有时间去旅行啊，或者是还没有赚到钱的朋友啊，去不到旅行啊，就我拍 video， 我就带你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先。结果还真的是有人留言，就是讲他感觉有跟我一起去旅行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这个是我拍旅行影片的唯一的动力啊。像你有什么感想想要跟我们的朋友讲一下吗？就是在看 video 的大家，哇，这样突然啊，要讲什么呢？关于什么？就是你这些年来的经历啊，还有你的心路历程这样子咯。总结。告诉大家啦，我目前的那一个做人的方式啊，我的那个宗旨，看有没有 motivate 到谁啊，有激励到谁没有啊？什么宗旨？就是永远不要跟别人比，你跟昨天的自己比就好。因为你一直拿别人来比的话，你肯定会拿比你好的来比嘛，这样你永远都只会是输的那一个。就算你今天做到再厉害、再怎样好，你都肯定是会输，因为你永远拿最好的跟你比。所以你不要拿别人跟你比，你拿昨天的你来比就好，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来问大家最好奇的感情问题。哪里有人好奇啊？这样，我想问你，为什么会跟米奇在一起？美哦，我很肤浅的美就可以了。这样是谁先告白的？我告白，所以是你先喜欢他的啦。是，我先喜欢的，因为可能人家喜欢我的嘛，那你会有人喜欢我，一定是我喜欢他，那我追他，追到他觉得我好像很好，这样他才跟我在一起。哦，像你这样追他？看到他的时候一直笑哦。是的。你喜欢那个人，你看到他，你开心，你就笑的嘛。你可以示范一下嘛。然后你看到镜头，看到镜头啊。差不多是这样啦。然后那个时候一直见到啊这样子啊，然后聊天，然后一直笑来笑去，弄来弄去这样，好像小孩子这样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方式。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可以感觉到不错，彼此相处蛮好一些的，然后就告白就在一起咯，就是这样简单了，没有太过复杂的，没有这个那个这样啦，就是那种小孩子的爱情那种方式啦。像你跟你的米奇相差几岁？你的米奇，OK， 我跟我的米奇呢相差3岁。你大他3岁，他大我3岁。大3岁好像死了这样啊！我是97年的，米奇是94年的。哦，所以你们是姐弟恋哦。是啊。姐弟恋的感觉是怎样的？就是跟一个姐姐在一起，感觉是如何嘞？其实姐弟恋哦，你没有差到太远啊，基本上你是 feel 不到的。我认为，因为米奇大我3年嘛，其实3年来讲呢，你应该 feel 不到什么东西的。可是我没有试过啦，比如讲大5年、大10年这样子啊，会不会有不一样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大3年差不远，所以看那个性格了。如果你女朋友她的性格是比较小孩子一点啊，基本上你不会 feel 到你跟一个姐姐在一起了，你就感觉她跟你可能是同年，甚至是小过你，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哦，这样米奇应该是很幼稚哦。他不是幼稚啊，其实米奇他是比较年轻啊，他的心里面比较年轻一点，是好事来的，因为哦，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他是94年，全部人以为是我大过他啊。他有比你多3年的驾车经验呢。比我多3年的驾车经验，不代表他比我厉害驾。驾车跟驾飞机是一样的，看多少个小时的，而不是你有了license多少年。啊，不要讲这伤心事了啦。怎么你驾车不好，没这样伤心怎么？这样你们有打算几时结婚呢？我几时结婚这个问题呢，就关你事了。关我什么事哦？是哦，关你什么事哦？
几时结婚，我觉得看 feel 的啦，这种东西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跟你讲的。我没有理由跟你讲，2026年的3月18号这样没有可能的嘛。这样你有打算几岁要生孩子吗？几岁要生孩子，这个就要照顾到你另外一半的年龄了。因为男生其实没有什么顾虑的嘛，到老都是可以生孩子的，应该啦，我不知道啊。可是女生的话就比较危险一点，如果年龄上来了啊，高龄产妇啊就危险了。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我 anytime 我都可以生孩子，这样你要生男的还是女的？随便健康就好。是啊，生了女儿出来讲不要啊，口鼻白人。Not funny。男女都一样的啦，你健康就可以了。这样你的婚礼会不会请粉丝？我有打算就是请想要来的粉丝啊，甚至是在看影片的你一起来吃一个饭也好啊，可能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一起唱歌 party 这样子。我想要有这样的东西啊，到时候就不是什么粉丝哇，我的偶像这样没有啊，全部都是自己人朋友这样来就是玩嘛的，准备啤酒给你们喝这样，感觉很像很 fun 呢。就一个 party 了，我想要弄一个 party 出来了。什么婚礼演唱会吗？谁要唱都可以，谁要唱都可以啊最好是有一个卡拉 OK 这样，你要唱随便唱嘛，好像你小时候你表哥生日这样啊，全部人在家这样，我想要有这样的东西啊，希望我可以做到。这样你跟你的女朋友出去的时候，多数的是谁出钱？我们有一个 bank account 呢，是我们会定期把钱存进去，然后就用那个 account 去花钱。可是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去吃东西啊，我想要给我就给了。可是 Michi 呢，有时候会突然间，他给我这样，就 OK 了。这样你平时跟Michi会很常吵架吗？以前很长，现在没有。哦，现在基本上都不吵架。这样你平时吵架的时候怎样哄Michi的？讲哄啊，我很快的。其实一开始感觉到要吵架，我就去哄他。OK，sorry，不要生气，我们现在好回啊。我没有生气了啊，真的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演啊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讲他生气啊，我就跟他讲，对啦，所以啦，不要生气啊，我错啊。然后这个情况呢，Michi 就会加一两句啊，是啦，我就跟你讲了的，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做，刚刚就不应该这样子吗？不要生气 ，OK。5分钟过后，他如果还是继续这样子一直攻击，我会跟他讲，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我没有事了，我没有生气了，我想要好回，我在哄你。我哄你这个过程呢，你不要一直丢这些问题啊，一直来骂回我，因为如果你骂回我的话，我跟你讲，5分钟过后一定是大吵的，然后每次一定是要有一点点小吵过后他才yes， 今天吵到架了 yes， 然后才原谅了，才没有事了不然没有火花吗？这么你哭这么你哭我不懂啊，有 tissue 吗？这么你哭而已what the 我都没这么鬼讲到什么哭你很好笑吗？讲到吵架哭啊喂，我不喜欢吵架的，不喜欢。是的，我也不喜欢的。你又不会打架，不然可以打架。不要哭，那么你开始想到你跟我结婚的画面了。如果我想到，我也会想哭啊。这样Michi哪里一点吸引到你哦？吸引到你要去追他？那2点。哪里？2点没有了，吸引到啊，跟我一样一直很开心哦，我感觉到了。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无时无刻都开心的，他没有那一个 moment 呢，是好像哇很 sad 啦。因为如果懂我的人，应该就有Michi看到了，我可以24小时都是无忧无虑的，我不会讲我今天跌爆玻璃，在那边生气啦，这个啦那个啦，或者是我突然间钱不见掉被偷了，在那边生气，我不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遇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跟我蛮相似的这一个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点蛮吸引我，然后第2个点就是美了，我很肤浅的美就可以了。这样你不喜欢Michi的哪里一点呢？没有了，哪里可能有？没有了嘛，是不是？没有，你跟我讲他脾气不好啦，他很牛咯，很牛就是等于很固执啊，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的，个嗲抽这种他都没有啊。好过你脚抽？没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我觉得可以补充另外一个点，我喜欢的是他跟我一样很喜欢省钱啊，省吃俭用，就是这样子。2个干干在一起。干干啊，真的可以很省啊，很省。可是男生没有办法的，他们有时候女朋友要他就买，这个也是好的，证明他很疼他女朋友。我也是我最近想要买那种比较大一点的 bag， 你知道吗？有时候比较百搭一点啊，可以带出去用。你去哪里？下一题。
在我们想象中的 K 佬就是那种屁孩，很喜欢乱讲话啊，开玩笑这样子的。不过感觉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很像成熟了不少。到底是什么历练让你改变这样多？也没有历练呢，其实我只是觉得我的观众、我的 followers，他们在我22岁、23岁、24岁的时候 follow 我嘛，可能是一些中学生啊、小学生啊，甚至是同年龄的人啊，他们 follow 我嘛。像那个时候我表演的方式，我呈现的东西就符合回他们所看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当时候的性格比较叛逆啦。像我现在已经是28岁了，跟我同年龄的人来到28岁的时候，他还会想看这样的东西吗？可能不会了。如果我现在跟我5年前、6年前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今天人家会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手。不是那种好笑的手，也是一个真正的手。所以随着我的 followers 观众开始成长的时候，我所提供的影片也好，内容也好，我也要跟着成长。我不可能永远在拍一些我以前拍的哇笑来笑去、乱乱讲话、讲出口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这样搬出来给你们笑。你看1个2个，你就会开始累了，你就觉得这个人他没有成长过的，这样你还 follow 来这么嘞？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观众成长了，我自己也要成长。就是你在跟你的观众一起在成长，是加上我是真的是成长了啦，我不是因为我的观众成长我才假成长，拍一些好像成长的人应该看的东西这样，没有啦，我的心智也真的是成长了，蛮多一些啦。其实我自己也是 feel 到了。这样你几时打算拍 house tour 啦？哦 ，house tour 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得拍 house tour 的，因为我没有买家，我也没有家。可是呢，米奇有家哦。啊，我们哦，不是我们的，他呢应该最迟啦，今年的年尾就可以拿锁匙了啊。拿了锁匙过后，装修一下就有家可以住了咯。他的家就是你的家咯。哎，没有这样讲的，没有这样讲的，因为那个家的名字哦是一个人的名字吧。在这里奉劝大家，还没有结婚，千万不要2个人同时买一间屋子，你会很歹灾的。万一啊，一个不小心啊，分手啊，哦，所以你 expect 你以后会跟米奇分手啦？没有，我跟你讲，这间屋子哦，来有了妈，我要啊。这间屋子啊，60%的头期啊，林北给的嘞，然后名字哦，放一个人的名字吧嘞，米奇的名字嘞啊，我跟他讲不用紧，60%我出，就算以后分手也好，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可是以后分手还要自己一个人供那屋子哎，那个就薄边啊，没有办法的吗？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不会后悔讲哦，当时候帮他给60%的头期，其实不会的，我不会去后悔我之前做过的决定，因为每一个决定你一定是觉得当下那一个 moment 那个决定是最好的决定，你才会做的嘛，所以你不会去想哎呀，这么我以前要这样呢，后悔呢，不会的，所以是 OK 了。就代表你分手了过后，你不会跟米奇讨回你之前付给他的任何一样钱，是不是？不会，讨回的话就很难看了。像你现在最喜欢的马来西亚网红是谁？最喜欢啊？哇！你考到我这个，哇，我回答不到你这个问题了。这样最不喜欢的网红嘞？最不喜欢的没有，因为没有人弄到我，没有影响到我就 OK 了。当然没有人影响到我嘛，影响到我就不喜欢他咯。这样 OK， 除了 Malaysia， 你最近一直在关注的网红是谁？应该就是他的 channel 呢，是讲关于赛车 F1 的。那个 YouTube 的 channel 是叫 L 楼啊 ，L 楼啊，我是 K， 他是 L。这样好笑啊！是，我看他 video 看很久了，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F1 的嘛，然后他又是一个讲 F1， 然后是讲广东话的，所以我是非常喜欢看他的 YouTube 的。如果喜欢看 F1 的，可以去看一下，蛮不错一下。那个是我目前每天在等他更新的一个 YouTuber。K 楼同埋 L 楼，像你这5年最感触的事情是什么？这5年最感触的事情啊，应该是我赚到一点钱哦，然后终于可以给家用的时候。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家人一直给你钱啊，上学也好，去外面玩也好，都是妈妈给你10块啦、20块、50块这样一直给。然后到你出去做工哦，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赚很多钱的，那时候打工嘛，也没有能力去给家用。然后到后面哦，开始有赚到一点钱了，哇！第一次给家用的时候呢，那感觉就是开始 feel 到你有能力可以为这个家付出一点点的时候啊，是很感触的。虽然那一点点钱可能对你的爸爸妈妈来讲其实是很少的，分分钟买一个菜就没完了，甚至还要倒贴。可是我觉得你开始有那个动作呢，你会感觉到你终于成长了。确实。确实。那你目前关系最好的朋友是谁？哇，这个问题很挖坑一下的，应该就是 Alan 咯。在 Uniqlo 印的这个衣服。衣服里面的照片是在 Uniqlo 拍的，拍了立刻在 Uniqlo 印出来。We are best friends
这个衣服应该有，我看至少4年了。你是为了这题穿的是吗？这件衣服？是。因为米奇每次都是一直在做运动的嘛，然后你有没有考虑跟他一起做运动，学你的哥哥 Eric 走猛男路线？我不能啊，我做不到猛男的。如果每一个都做猛男的话，这样谁做小丑？这样你有打算换掉你的 MyV 吗？没有坏的话，一定不会换。车对于我来讲呢，真的是代步吧。虽然换了车的话，感觉整个身份可能会不一样，或者是好看一点点。可是，在我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不需要到的话，我就不用去买了。可是当然，如果我之后真的是哇赚到钱啊，开始有钱了啊，我可能会换一些比较好啦，我自己也喜欢的车啊。可是，在目前我是不会特地为了要好看的去换一辆好的车啊。加上 MyV 很够用了，对我来讲。好像萝莉这样啊，给我用到，真的很舒服哎，舒服对吗？我喜欢 MyV 啊。加上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喜欢 MyV 的话，你换来什么？这样你可以给一些比较迷茫的人一些建议，要怎样找回自己的方向嘛？OK， 不要问这个问题。没有，我可以试一下啦，给我发一下看。虽然这种问题很不适合我回答，怎样可以找到方向的话，我觉得在你当下很迷茫的时候呢，你就继续做好你手上正在做的事情。这个是我迷茫的时候我会做的事情，我的方法。如果你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呢，你就继续做着，你就把你当下的那一个事情继续做好，你看可以怎样改良，以不一样的方式呢去做你的事情。你越做越好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方向出来。就是 focus 在一件事情，把那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是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这个是麦丽李国煌大哥跟我讲过的，因为你专心做好那一件事，它自然而然会为你带来收入啊，这样子啊。对于迷茫的人来讲的话，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像你从小到大有没有想要特别感谢的一个人？我自己哦。真的，很多人真的是要会感谢自己啊，要多一点感谢自己。因为就算有人教你也好，你幸运你有很多机会的话，你自己不去争取，不去进步的话，给你再多东西，你都是浪费完了。感谢自己也是爱自己的第一步。是，我也真的是很感谢我自己，我竟然可以就是努力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一直继续做啊，然后到今天，可能那个成就没有到很大，可是对我来讲是 OK 的，所以感谢我自己。可是如果你叫我感谢2个人的话，就我爸爸妈妈咯，因为现在你讲感谢1个人嘛，就我自己哦。这样你吃饭的时候是先吃饭还是吃菜？我吃饭的时候会先吃菜，因为那个饭太干，我怕会吞不下。OK。好，今天我们就谢谢 K 老。哎，谢谢。我们 Q&A 的环节到此为止。OK 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 Q&A 就这样完成了啦。希望你们会喜欢。OK， 你可以转回去了，1、2、3。已经不是主持人了。你都讲你可能会跟我分手的啦，我不懂了啦，我不知道讲什么了啦，我只是讲会跟你分手。你讲你可能的，你讲你不一定的嘛，你讲物只要买一个人的名就好。OK， 谢谢大家，谢谢米奇，谢谢卡斯本。你讲你要哄我，又没有哄我。你讲你会哄你女朋友的吗？你都没有哄。哄我，你现在有不开心咩？你看你几开心，哇！我的这个肩膀很痛啊！是我忘记了，周末会受伤，在朋友家下楼梯突然间滑倒，他穿袜子太滑嘛，一滑那个手去抓那个扶把，然后受伤了。就这样受伤了。每次做运动做再多没有用啊，一下就受伤。我很伤心哎，我这样弱哎，我真的是这样一下我就受伤哎。耶！我们的 Q&A 是这样排啊，终于结束了，拜拜。